今天咱必须一起好好唠唠一场特别不一般，却又值得每个人从头到尾听完的演讲。这场演讲的主讲人是理查德·沃尔夫，那可是美国经济学界资历老道的老派经济学家，同时还是马萨诸塞大学的知名教授。在我看来，这场演讲有意思的不是沃尔夫教授说啥新鲜到没人听过的观点，而是他敢戳破那些别的学者大多躲着不聊的老问题，比如中国到底靠啥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个发展高度？西方对中国的焦虑，到底是怕中国变强大，还是怕中国这套体制是真的管用，能落地？这一次沃尔夫教授演讲的时候，一边翻着实打实的数据，一边拿着具体的例子讲，说的直来直去，全是干货，字里行间还带着对现实问题的一股子冲劲儿，特别能打动人。接下来咱就照着他演讲分的8个部分，一段一段听，一段一段拆里面的核心观点，中间我也会插几句自己的看法，咱一起努力看明白在体制这面镜子里到底照出了啥真实情况。各位来听的朋友，真得感谢大家今天坐这儿听我这个70多岁的老头反复讲些你们可能觉得早听过，可实际上压根儿没琢磨透的事儿。我今天想聊的不是啥新理论，而是过去几十年咱们故意装没看见的一个关键事实：中国经济涨得太快了，快到好多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它已经做到全球第2的位置了。首先咱得弄明白，现在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大体量？几十年前，中国在全球经济里就是个小配角，说难听点儿，连跑龙套的戏份都没多少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还拿中国开玩笑，说红色中国的 GDP 说不定还没美国加州一个州多呢。你们去翻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期刊，比如《美国经济评论》，里面提到中国的时候，字里行间全是看不起，要么说中国就是个农业国，工业没指望，要么说计划经济走不通，早晚得垮。可现在呢，中国 GDP 都冲到18万亿美元了，要是按购买力平价算，也就是按实际能买到多少东西来算，早就超过美国了。这数不是我瞎编的，是你们西方公认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3年的统计结果。这意味着啥？咱拿手指数一数，英国 GDP 大概3万亿美元，德国4万亿美元，中国这18万亿相当于6个英国，这4个多德国。就算把欧盟27国的 GDP 加起来，中国也能顶大半个欧盟，而且每年跟美国的差距还在缩小。2020年差7万亿美元，2023年就差5万亿美元了。照这速度，用不了多久就能追上。我知道有人会抬杠，这有啥稀奇？中国人口多啊，14亿人干活，经济快，不是应该的？这话听着好像有点谱，可其实就是偷懒的说法，根本没摸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根儿。人口多不代表经济就一定能起来。咱拿2个例子你就懂了。第一个是印度，印度人口现在跟中国差不多，可2023年 GDP 才3.7万亿美元，连中国的1/5都不到。为啥？印度制造业占比才20%，大部分人还在地里刨食，而且工厂全是小打小闹的作坊，压根儿没中国这样的产业扎堆儿的地方。你在印度找个零件，说不定得跑3个城市。可中国长三角这边，上午下单，下午就能拿到，这效率能比吗？还有印度的基建，德里到孟买的高速公路修了10年还没通，堵车能堵8小时。中国京沪高速全程1200公里，4小时就能跑一半，这差距可不是人口多就能补上的。第二个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，这国家年轻人口占比60%，比中国还高，按理说劳动力有的是。可2023年 GDP 才1200亿美元，还不如中国一个2线城市。问题出在哪儿？基建太差了。埃塞俄比亚唯一的港口亚的斯亚贝巴港卸个货得等10天，中国宁波港1天就能卸完。而且埃塞俄比亚每天还得停电2到3小时，工厂根本没法正常开工。你说就算有再多年轻人，没工厂、没路、没水、没电，经济咋起来？我2019年去过中国的广州和重庆，那才叫睁开眼界。在广州南沙港，我早上看到一片空地，下午再去已经开始打地基了。月后再路过，一座新的物流仓库都立起来了。在重庆我住的酒店旁边，在修高铁站，我住了7天，
眼睁睁看着战房的主体结构就建好了。当时我就跟同行的学者说，这哪是人多干活快啊，是有章法有规划的效率，背后全靠整个供应链和基建能力撑着。还有人说，中国就是靠出口当了世界工厂才起来的，这话10年前说还行，现在再说就跟现实脱节了。中国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只会组装手机衣服的代工厂了，现在的中国手里握的是整套从研发生产到售后的供应链体系。咱拿华为 Mate 60 Pro 举个例子，芯片是中芯国际造的，屏幕是京东方的，摄像头是舜宇光学的，组装是富士康郑州工厂，连里面的软件系统鸿蒙都是自己研发的。这一套下来，从零件到成品全是中国企业搞定。美国苹果想找这么完整的供应链，都得从中国进口零件。现在西方的企业最清楚中国供应链的厉害，比如特斯拉2023年在上海建了研发中心，砸了50亿元。为啥？因为中国有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，从电池宁德时代、电机汇川技术到充电桩特来电这种新型充电，在长三角都能找到。研发出来的车当天就能找工厂生产。还有苹果深圳的研发中心，有2000名工程师专门研发 iPhone 的配件。因为深圳周边100公里内能找到所有需要的零件厂，改个设计，第2天就能出样品。可让人纳闷的是，这些年不管是西方的媒体还是经济论坛，总有人喊中国经济泡沫要破了，中国经济要崩溃了。我从2003年就开始听这话。当年有个西方投行的空头大师预测中国2008年经济会垮，结果2008年中国搞了4万亿基建，反而帮全球应对金融危机。2015年又有人说中国房地产要崩，结果中国靠保障房建设稳住了市场。2020年疫情的时候，西方媒体说中国经济恢复增长，结果中国是当年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，GDP 涨了2.3%。说白了，这些人宁愿相信中国经济是假的，也不愿承认中国的政策和模式是真的管用。为啥？因为这会打破他们西方体制最优越的执念。他们总觉得只有走美国的自由市场路子才能发展经济，可中国偏偏走出了另一条路，还走通了，这让他们没法接受。到这儿，咱得回头看历史，从对比里找答案。我们研究经济史的，看中国经济的时候，很难不跟苏联比。当年苏联经济也长得快，斯大林搞5年计划的时候，从1928年到1937年，工业产值翻了5倍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全球第2大工业体。当时西方也吓了一跳，觉得苏联模式要成了，可苏联最后还是垮了，因为他走了极端国有化的绝路，所有工厂、土地、商店全是国家的，私人连个小摊贩都不让开。而且把所有资源都往重工业和军备上堆，轻工业和民生完全不管不顾。咱拿个例子说，1950年，苏联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3%，轻工业只占27%。老百姓想买件衣服得排队，买块面包得凭票，黑市上的面粉比官方价贵10倍。到了70年代，苏联为了跟美国搞军备竞赛，军费占 GDP 的15%，相当于每年把1/7的钱都砸到坦克导弹上，民生经济彻底被拖垮。最后到80年代末，老百姓连基本的生活物资都缺，经济自然就崩了。中国跟苏联不一样，中国没走极端，而是又稳又快地往前走。首先，中国的5年计划从来不只盯着工业，更兼顾民生。比如“15 2016减2020”，不仅要发展高铁、搞5G，还提了脱贫攻坚。这5年里，中国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，建了几百万套保障房。“14 2021减2025”，一边搞芯片、新能源这些高端产业，一边还在农村修公路、建学校。2023年，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经到了87%，比2012年提高了30个百分点。其次，中国不搞军备竞赛，军费占 GDP 的比重一直控制在1.7%左右，远低于美国的3.2%，俄罗斯的4.1%。中国把钱花在刀刃上，比如花在研发上。
2023年，中国研发经费占 GDP 的2.55%，超过了欧盟的2.2%。这些钱没砸到武器上，而是砸到了芯片、新能源、医疗这些能让老百姓受益的领域。比如宁德时代就是靠研发投入，从2011年的小公司变成2023年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厂商，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7%。现在全球1半以上的电动车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。还有中国的产业升级，不是一步登天，而是一步步来。苏联当年想直接跳过轻工业，搞重工业，结果民生跟不上。中国是先从纺织、玩具这些轻工业做起，积累了资金和技术，再慢慢往高端走。比如长三角，80年代主要做衬衫、袜子，90年代开始做家电，海尔、美的，2000年后做汽车，上汽、荣威，现在开始做芯片、人工智能，每一步都踩得很稳，没像苏联那样断档。我还记得2000年的时候，很多美国主流学者还断言，中国永远只能是个制造国，永远搞不出创新。当时《纽约时报》有篇文章说，中国连圆珠笔芯都造不出来，还想搞高科技。可现在呢，中国不仅能造圆珠笔芯，还能造高铁、大飞机、量子计算机。咱说说基础科研，中国现在有10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，比如合肥的量子信息实验室研发的量子计算机9章3号，计算速度比美国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。还有屠呦呦团队的实验室在宁波大学研发的新抗疟药，现在非洲有3000万人靠这个药保命，而且越来越多的诺贝尔奖得主来中国建实验室，比如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吉野彰就在上海建了电池研发中心，专门研究下一代新能源电池。连美国的科技公司都往中国跑，不是为了便宜劳动力，而是为了中国的研发能力。比如特斯拉，上海研发中心2023年招了1000名工程师，专门研发自动驾驶技术。因为中国有最丰富的路况数据，中国每年有3万亿公里的汽车行驶数据，比美国多1倍。这些数据能帮特斯拉更快改进算法。还有苹果深圳的研发中心，现在有2000人，专门研发 iPhone 的摄像头和芯片。因为深圳周边有最完整的电子产业链，改个设计当天就能出样品，在美国得等1周。西方为啥总低估中国？不是因为看不见，而是心里有个执念，觉得只有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才对，其他模式都不行。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要么会像苏联一样垮掉，要么会变成西方的样子。可中国偏偏既没垮，也没变成西方的样子，反而走出了自己的路，这就让他们没法接受。我90年代去过中国的广西，当时从南宁到桂林走的是泥路，坑坑洼洼，坐大巴得6小时，中途还得换胎。2023年我再去，坐高铁只要1小时20分钟，高铁站比美国的机场还干净，还先进。当地老百姓跟我说，以前种的橘子只能在本地卖，现在高铁能运到上海、广州，1斤能多卖2块钱。这种变化不是靠喊口号来的，是靠实实在在的基建、实实在在的产业升级来的。沃尔夫教授说的这些，中国老百姓自己最清楚。咱每天上班坐的地铁、用的5G、吃的平价菜，都是这种发展带来的好处。西方有些人总说中国数据不真实，可他们从来没真的走进中国的农村工厂看看。他们要是去河南的粮食基地看看中国的收割机一天能收1000亩地，去广东的电子厂看看，一条生产线一天能造10万台手机，就不会说这种话了。你们总问我中国到底是啥经济模式，这个问题我被问了不下100次，媒体问，学生问，同行也问，可大部分人问的时候，脑子里就2个选项，要么是苏联的计划经济，要么是美国的自由市场，仿佛世界上就这2种模式，非黑即白。但我必须说清楚，中国早就跳出这2种模式了，它搞出了一种混合体制，既有国企的稳定，又有民企的活力，还能靠国家规划把2者拧成一股劲。这种模式你在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找不到，是中国自己在实践里摸出来的。咱先说说国企的作用。很多西方学者觉得国企就是效率低，靠补贴，可中国的国企不是这样，他们是国家战略的急先锋，专门挑那些私企不愿碰、不敢碰的硬茬子。比如国家电网，
这是中国最大的国企之一，它干了啥？干了特高压输电。咱都知道，中国的风电光伏大多在西部、新疆、甘肃，而用电的地方在东部、上海、广州。怎么把电送过去？靠特高压国家电网花了10年时间，建了13条特高压线路，总长超过4万公里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，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。这2023年，靠特高压输送的电力占东部用电量的25%，相当于少烧1.2亿吨煤，减少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。而且国家电网的特高压技术，全球100%的标准都是中国定的。现在巴西、印度都在学中国搞特高压，用的全是中国的设备。再比如中国建筑也是国企，它干的是全球基建，巴基斯坦的卡洛特水电站、肯尼亚的蒙内铁路、印尼的雅万高铁，都是中国建筑建的。这些项目私企不敢接，比如雅万高铁投资60亿美元。工期5年，回本得10年，私企嫌周期太长，风险太高。可中国建筑接了，不仅建成了，还帮印尼培养了5万名技术工人。现在雅万高铁每天能运4万人，把雅加达到万隆的时间从3小时缩到40分钟，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和制造业。那民企呢？是不是像西方说的被打压了？根本不是，中国的民企活得相当滋润，而且活力十足。从街头的早餐铺到全球的科技公司，到处都有民企的影子。敢说说腾讯，很多人觉得腾讯就是搞游戏微信的，可他现在还做数字乡村。在贵州的农村，腾讯帮农民建了个数字平台，农民把橘子、茶叶拍个照上传，就能卖到上海、北京，还能查到物流信息。2023年，这个平台带动贵州农村的农产品销售额涨了100亿元，很多农民一年能多赚2万块。还有阿里的阿里云，现在是全球第3大云计算公司，服务了1000万家中小企业。比如浙江有个小服装厂，以前要自己买服务器、存数据，一年得花10万块，现在用阿里云，一年只要5000块，还能用到最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，知道哪个款式好卖，哪个地区需求大。2023年，阿里云帮这些中小企业节省了超过200亿元的 IT 成本。最关键的是，国企和民企不是互相掐架，而是互相配合。比如新能源汽车行业，国企像一汽永丰负责建充电桩、研发电池材料，民企像比亚迪、蔚来负责造汽车、搞营销。国家再出台政策，比如补贴、免税，把两者的力量合到一起。2023年，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3000万辆，占全球销量的60%，比亚迪还超过特斯拉，成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厂商。这就是混合体制的本事，1+1大于2。对比一下苏联和美国的模式，你就知道中国的优势在哪儿了。苏联是极端国有化，把私企全干掉，结果国企一家独大，没竞争，效率越来越低，最后民生跟不上。美国是极端市场化，啥都靠私企，结果国家想搞点长远项目，比如基建医疗根本推不动，比如加州高铁2008年就立项预算330亿美元，原计划2020年通车，现在2024年了还没完工，预算超到1000亿美元，因为私企嫌不赚钱征地，又跟当地居民扯皮，最后烂尾了。中国的混合体制就没这问题，国家先定方向，然后国企和民企一起上，比如新基建、5G、数据中心、充电桩，国家说要搞，国企就建数据中心搭5G基站，民企就做5G手机开发数据应用。2023年，中国建了337万个5G基站，占全球的65%，用户达8.05亿，比美国、欧洲加起来还多。还有 PPP 模式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，这是中国混合体制的好例子。比如河南的郑洛高速，政府出资30%，私企向中建集团出资70%，一起建，起运营20年后，再把公路移交给政府。2023年，这条高速的通行量比预期高20%，政府赚了税收，企业赚了过路费，老百姓走高速更方便，三方都赢了。
这美国也想搞 PPP， 可私企总想着多赚钱。比如芝加哥的停车场，私企承包后把停车费涨了3倍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，最后政府只能收回来。西方有些人一听到国家主导就紧张，觉得是侵犯市场自由，可他们没看到，中国的国家主导不是强行命令，而是协商磨合。比如国家要搞芯片，不是直接让国企去造，而是先调研。国企向中芯国际负责建工厂，民企向华为海思负责设计芯片，科研机构向中科院负责研发技术，大家坐在一起商量怎么干，有问题一起解决。2023年，中芯国际已经能造7纳米芯片了，虽然比台积电的3纳米慢一点，但已经能满足大部分手机、汽车的需求，这就是协商出来的结果。我还去过中国的苏州，那地方的混合体制玩得更溜。苏州有个工业园区，里面既有国企，比如苏州高新集团，也有民企，比如科沃斯机器人，还有外企，比如三星电子。政府不直接管企业，而是建了个服务中心，企业有问题随时找，比如科沃斯需要机器人零件，政府就帮他对接本地的国企零件厂；三星需要人才，政府就帮他跟当地大学合作办培训班。2023年，这个园区的 GDP 达4000亿元，比很多西部省份的 GDP 还高。西方总说中国的体制不自由，可他们忘了，自由不是为所欲为，而是有规则的自由。中国的民企有自由发展的空间，但不能跳出国家的规则，比如不能搞垄断，不能危害数据安全。这跟美国一样，美国的谷歌、Facebook 也不能随便搞垄断。2020年 ，Facebook 因为垄断被罚了50亿美元。2023年，谷歌因为垄断安卓系统被罚了43亿欧元。只不过中国的规则更注重长远利益，美国的规则更注重短期利润。说到底，中国的混合体制不是试验品，而是成熟品，它解决了西方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，比如脱贫基建，又能保持市场活力，比如民企创新；既能发展高端产业，比如芯片、新能源，又能兼顾民生，比如保障房、农村基建。我作为经济学家，不能主观上支持哪种模式，但我必须承认，中国的模式在实践中管用，这就够了。我知道今天会场里不少人一提到中国对企业的监管，就会想到马云。马云去哪了？阿里巴巴为啥被整改？这几年，这俩问题差不多成了全球财经版的灵魂拷问。很多西方记者跟我说，没法理解马云前一天还在演讲，后一天就没声了。这阿里巴巴这么大的公司，说整改就整改，是不是中国不欢迎企业家了？说实话，这些问题我听了快5年了，可这些问题本身就暴露了一个盲点：大家总在用西方资本说了算的逻辑去套中国国家战略说了算的现实，套不进去就觉得是中国体制有问题，从来没想过这两种逻辑根本不一样。咱先把马云的事说清楚。2020年10月，马云在上海的一个金融论坛上演讲说，中国的金融监管太老套，像当铺阻碍创新。当时很多西方媒体欢呼马云敢说话，觉得是企业家挑战体制，可他们没搞懂一个前提：中国的金融系统不是资本家的提款机，是10几亿人的钱袋子。你想想，要是金融监管松了，企业随便放贷款，最后坏账多了，银行倒闭，老百姓的存款没了，谁来负责？当时蚂蚁金服马云的公司搞的花呗借呗，其实就是消费贷，规模已经到了1.8万亿元，杠杆率都飙到100倍了。啥意思？蚂蚁金服自己只有180亿本金，却放了1.8万亿贷款，钱全是从银行借的。这要是出问题，银行会坏账，最后还是老百姓买单。而且当时蚂蚁金服准备在科创板上市，估值高达2.1万亿元。要是上市了，马云的财富能涨几百亿，可风险却转嫁给了整个金融系统。国家出手整改不是打压马云，是守住金融安全的底线。整改完，蚂蚁金服的杠杆是降到15倍，必须用自己的钱放贷款，还得接入央行的征信系统，不能再随便给学生、低收入人群放高息贷款。2023年，蚂蚁金服的消费贷规模降到1.2万亿元，坏账率从2.5%降到1.8%，更安全了，而且还在给小微企业放贷。
2023年帮了500万家小微企业，这不是打压，是规范。再说说滴滴，2021年滴滴偷偷跑到美国上市，没跟中国监管部门报备，问题在哪儿？滴滴手里有3亿用户的出行数据，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交通流量数据，比如哪条路早晚高峰堵车，哪个小区的人凌晨出门多。这些数据要是被美国拿到，等于把中国的城市交通命脉泄露了。比如战时，敌人能根据这些数据判断哪里是人口密集区，哪里是交通枢纽，这是国家安全问题。国家让滴滴整改，不是搞垮滴滴，是保护数据安全。整改要求滴滴把所有数据存到国内的服务器，不能再传到美国，还得请第三方机构监管数据。2023年，滴滴整改完恢复了新用户注册，现在每天还有3000万人用滴滴打车，市场份额还保持在70%，比整改前还高。要是真打压，滴滴早就倒闭了，哪还能正常运营？西方总说中国干涉市场自由，可他们忘了美国也这么干。2018年 ，Facebook 因为泄露5000万用户数据，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罚了50亿美元。2021年，美国政府逼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美国业务，说数据安全有风险。最后 ，TikTok 只能把美国用户的数据存到甲骨文的服务器，接受美国监管。2023年，谷歌因为垄断安卓系统被欧盟罚了43亿欧元。这些难道不是干涉市场？只不过美国把这包装成保护用户隐私、维护公平竞争。中国说的更直接，保护国家利益和公众安全。中国的逻辑很简单，企业可以赚钱，可以做大，甚至可以变成全球巨头，但不能跳出国家的框架。这块经济牌桌是国家搭的，规则得国家定。你可以在牌桌上赢钱，但不能掀翻桌子自己定规矩。比如美团，2021年因为垄断外卖市场，逼商家2选1，要么只在美团卖，要么就下架，被罚了34亿元。整改后，美团把商家的佣金从20%降到15%，还允许商家在其他平台开店。2023年，美团的商家数量比整改前多了100万，外卖订单量也涨了25%。你看，规范不是打压，是让市场更公平，企业反而能活得更好。还有华为，很多人觉得华为被美国打压，中国政府会特殊照顾，可华为还是得靠自己创新。2023年，华为的研发投入达1500亿元，占营收的25%，比苹果的19%、三星的15%都高。就是靠这钱，华为搞出了鸿蒙系统、麒麟芯片。现在鸿蒙的用户已经超过8亿，摆脱了对美国安卓系统的依赖。中国政府没给华为特殊补贴，只是给了它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，让它能安心搞研发。西方有些人总觉得中国怕企业做大，可他们没看到中国怕的是企业做大后忘本，忘了自己是中国企业，忘了要承担社会责任。比如恒大，以前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，市值最高的时候达3000亿港元，可他后来盲目扩张，欠了2万亿债务，还把钱转移到海外，最后只能破产重组，国家没救他。因为它违反了规则，损害了购房者和债权人的利益。中国的市场不是随便放养的草原，是有人耕耘的良田。草原上的动物可以随便跑，但可能踩坏庄稼。良田里的作物得按季节种才能长得好，最后大家都有饭吃。中国对企业的规范就是耕耘良田的逻辑，不是不让你涨，是让你长得更稳、更有价值。比如比亚迪，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厂商，2023年卖了302万辆车，比特斯拉多100万辆。比亚迪为啥能做大？因为它守规则。国家要搞新能源，比亚迪就投研发、建工厂，不搞资本炒作，不欠薪、不逃税，还带动了1000多家上下游企业，创造了50万个就业岗位。国家也给它支持，比如新能源汽车补贴、免税政策。可这些支持是有条件的，你得真搞创新，真带动产业，不能耍滑头。现在再回头看，马云没消失，
只是从网红企业家变成了幕后创业者。他现在还在搞乡村教育、农业科技。2023年捐了10亿元建乡村学校，阿里巴巴也没垮。2023年营收达8686亿元，还在搞云计算、跨境电商，帮中国企业卖货到海外。滴滴也正常运营，还在搞自动驾驶顺风车。2023年帮用户节省了200亿分钟的出行时间。所以别再纠结马云去哪了，真正该问的是，为啥中国能把资本的野性管住，还不影响企业的活力？为啥美国管不住硅谷巨头的垄断，欧洲管不住能源企业的涨价？答案就是，中国的体制能分清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。资本可以赚钱，但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安全。企业可以做大，但不能忘了社会责任。聊到这儿，咱得说说最核心的问题：西方对中国的焦虑到底是啥？不是怕中国的 GDP 超过美国，也不是怕中国的军舰多，而是怕中国的体制是真的管用，怕发展中国家都学中国，不再学西方。西方这些年一直在推销华盛顿共识，说只有搞自由市场、私有化，减少政府干预，才能发展经济。可中国偏偏没按这套来，反而靠国家主导加国企民企协同发展起来了。这就让西方的理论神话破了。比如埃塞俄比亚，以前学西方搞私有化，把国企都卖了，结果经济越来越差。2010年开始学中国搞工业园模式，中国帮他建了阿达玛工业园，吸引中国制鞋企业入驻。2023年，埃塞俄比亚的鞋子出口达10亿美元，比2010年涨了10倍，还创造了20万个就业岗位。现在，埃塞俄比亚的总统说，中国模式比西方模式更适合我们，因为它能快速建基建、搞产业。还有卢旺达，以前学西方搞小政府，基建没人管，路全是坑。2015年开始学中国搞基建先行，中国帮他建了基加利国际机场、高速公路。2023年，卢旺达的旅游业收入达15亿美元，比2015年涨了3倍 ，GDP 增速达7.2%，成了非洲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。这些发展中国家学中国西方就慌了，因为以前西方靠华盛顿共识控制这些国家，比如让他们卖资源、开放市场，西方企业赚大钱。现在这些国家学中国搞自主发展，西方的生意就不好做了。比如以前非洲的铜矿大多被西方企业控制，中国帮非洲建了铜矿加工厂，让他们自己能炼铜了，西方企业只能赚少了，能不慌吗？还有西方自己的经济问题，中国模式刚好戳中了他们的痛点，比如西方的基建老化。美国的高速公路有40%超过50年，桥梁有23%存在安全隐患，可就是没人修，因为私企嫌不赚钱，政府没钱。中国的基建为啥能快速建？因为有国企带头，民企配合国家规划，效率高，成本低。再比如西方的贫富差距，美国最富的1%人口占了40%的财富，欧洲的贫困人口达9500万，可就是解决不了，因为资本说了算，富人不愿交税，政府不敢动资本。中国的脱贫攻坚为啥能成？因为国家能调动资源，国企建公路，民企办工厂，一起帮穷人赚钱，8年脱贫近1亿人，这在西方根本不可能。还有西方怕中国的产业升级，抢了他们的高端饭碗。以前西方靠芯片、汽车、医药这些高端产业赚钱，中国以前只做低端制造，现在中国开始搞芯片。中芯国际、大飞机、C919医药、恒瑞医药，西方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了。比如欧洲的空客，以前占全球大飞机市场的50%，2023年 C919开始交付，已经卖了1000架。空客的市场份额降到45%，能不焦虑吗？可西方没看到，中国的发展不是零和游戏，不是中国赚了，西方就亏了。比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，2023年出口了600万辆，带动了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普及。欧洲的车企也开始学中国搞电动化，比如大众、宝马都在中国建了新能源汽车工厂，赚了不少钱。中国的5G 技术出口到100多个国家，帮助这些国家实现了通信升级。西方的电信企业也能跟中国合作。
一起赚钱。沃尔夫教授在演讲最后说，西方应该放下偏见，好好研究中国模式，不是要学中国，而是要从中国的经验里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。我觉得这话特别对。中国模式不是完美的，它也有问题，比如地方债务、环保压力，可它至少在解决发展和公平的问题上比西方做得好。现在的世界不是非此即彼的，不是只能走西方的路，也不是只能走中国的路，而是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路。中国没强迫任何国家学自己，可发展中国家愿意学，因为中国的路管用，能快速建基建，能搞产业，能让老百姓赚钱，这就够了。听完沃尔夫教授的演讲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体制没有好坏，只有适合不适合。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适合西方的历史和文化，中国的混合体制适合中国的国情，没有谁比谁优越，关键是能不能解决问题。中国的发展不是靠运气，也不是靠剥削，而是靠实事求是，知道自己缺啥就补啥，知道自己要啥就奔啥，缺基建就搞铁公鸡，缺技术就搞研发，缺公平就搞脱贫攻坚。没有固定的理论，没有死板的规则，怎么管用怎么来。西方总说中国的体制不透明、不自由，可他们没看到中国的体制有效率，能办事。比如疫情期间，中国能快速建方舱医院，能保障物资供应，就是因为体制能集中力量。是西方搞了3年，还是疫苗短缺、医院挤爆，就是因为体制太分散，没人能牵头。现在的中国不是要取代西方，而是要做好自己。中国的 GDP 超过美国也好，没超过也好，关键是老百姓的日子能越来越好，能住上房子，能看得起病，能有工作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中国的体制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的。最后我想说，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，都应该放下偏见，互相学习。西方可以学中国的基建效率、产业规划，中国可以学西方的科技创新、环保经验。只有这样，世界才能更公平、更繁荣。毕竟，大家都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不是吗？